S-300地空导弹系统被大量摧毁，机场被炸。乌军拿到反辐射导弹后，俄乌冲突将如何发展？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宣布，已经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 AGM-88高速反辐射导弹，即哈姆导弹，首次承认向乌克兰运送了此前未被披露的先进导弹。在1991年的海外战争中，哈姆反辐射导弹被大量用于拔除伊军的防空武器系统，因此名声大噪。其基础型号的射程为50公里。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射程最远的武器之一，可以用于瞄准俄罗斯的 S-300、S-400等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也可以打击俄军的反炮兵雷达。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目前主要由战斗机挂载，但是也可以采用陆基发射的方式。乌军战机已经在南线的赫尔松、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战线摧毁了俄军17部 S-300导弹系统。当然，这个战绩可能有点夸大，但是也能说明这种先进的反辐射导弹让俄军非常被动。俄军拍摄的照片显示，一枚美制导弹袭击了俄军阵地，从残骸来看，是一枚 AGM-88高速反辐射导弹的巨型尾翼部分，从而证实了在俄乌冲突中出现了新式的美国武器。还有消息称，俄军装备的米格29经过美国的改装以后，可以挂载哈姆反辐射导弹。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的导引头能够采取按图索驿的导引方式，自主搜索和截获目标。而后期哈姆导弹的改进型，其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10公里以上，这也让米格29具备了对俄军雷达目标实现防区外打击的能力。那么从这些新闻报道情况看，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一是可以压制俄军的防空网，为乌军发动空袭、弹道导弹打击和无人机袭击创造条件。从最近克里米亚的俄军飞机白俄罗斯机场受袭的情况看，美国提供的哈姆反辐射导弹可能为乌军的军事行动开路，这是非常值得俄罗斯方面关切的。那么陆基型的和机载型的 AGM-88反辐射导弹对俄军地面作战又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它可以压制俄军的反炮兵雷达，为海马斯火箭炮等乌军的火炮系统的作战提供安全保障。俄乌战场目前的主要作战方式就是炮战，双方都依托远程的大口径火炮对轰。那么一旦俄军的反炮兵雷达被反辐射导弹所摧毁，那么就可以极大的保障乌军的海马斯等西方援助的先进火炮和火箭炮的军事行动。总体来看，乌克兰获得的西方武器正在向着成体系化的趋势发展，而这种打击体系有可能会严重的干扰俄军的作战节奏。未来，俄罗斯军队必须认真考虑如何面对反辐射导弹的打击，否则就会越来越被动。而俄军对付反辐射导弹的手段有多少呢？其一是设置假目标，比如在雷达阵地的附近配备一个发射源，这个发射源发射的电磁波和雷达的电磁波类似，这样的话反辐射导弹在攻击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分辨不清真假目标而大偏。其二呢，是对反辐射导弹实施强电磁干扰。其三就是对乌军的那些拥有反辐射导弹的阵地或者飞机发起反击。当然，找到一个发射反辐射导弹的地面阵地需要依托其他的情报手段，比如说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攻击米格29相对来讲容易一点，因为米格29的机载雷达和苏-27、苏-30、苏-35的机载雷达相比，探测距离有限。只要发现了空中飞行的米格29，将其拦截并击落下来，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那么最关键的是，俄罗斯军队有没有相应的对付反辐射导弹的地面装备，比如说电磁干扰平台，或者是
发射电磁波的假目标。如果这些装备不到位，那么俄罗斯军队今后在面对反辐射导弹方面还会遭受较大的损失。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